我叫江软。我的哥哥是个反社会人格的病娇，他一直以为我是朵小白花，但其实我比他要更加变态。楚思思三人的尸体是在我班主任的家里被发现的，据说班主任被抓的时候哭喊着不是他做的，但三人的尸体上面都出现了他的指纹。班主任被判死刑之前，我去看过他一眼，我只是悄悄地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就愤怒得不成样子，又哭又喊，像个疯子一样，真可怕。我告诉他，我明明给过他机会的。我出警察局的时候，哥哥站在外面等我，很多女生都在偷偷打量他，真可恶，好想把他们的眼睛都挖出来。我泪眼婆娑地走到哥哥面前，红着眼睛说道，虽然老师之前没有帮我，可是这样会不会对他太过分了？我纤弱的手指紧紧抓着哥哥的衣服，我不想看到老师死去，明明这不是他做的。哥哥抚摸了一下我的脑袋，微叹道，软软，这种人不配当老师，你想让他以后再次面对受欺负的学生时又视而不见，甚至去助长欺凌吗？我闷闷地嗯了一声。见我情绪不太高的样子，哥哥说要带我去吃火锅，我难得对他露出一个笑来，那我要吃很多肉。是啊，是该庆祝一下了。没有了楚思思等人的干扰，我顺利地考上了省内最好的大学。去大学的前一天夜里，哥哥站在我床边，静静地看着我，他的视线像蛇，冰冷又黏腻。我的身体止不住地轻颤起来，但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兴奋。床的一角微微陷落，我能感觉到哥哥坐在我的身边，他的手指划过我的脖颈，我本能地瑟缩了一下。软软，要从我身边逃开了吗？哥哥低沉沙哑的轻叹，嗓音似乎在极力忍耐什么。好想把你永远留在身边。他的双手在我脖子处愈发的收紧，强烈的窒息感让我的脸慢慢变得通红，我开始喘不上气来，但我心里却非常的高兴，因为哥哥对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吧，想把我永远留在身边。哥哥，多一点，再用力一点，再用力一点的话，我的脖子就会断掉。但很可惜，我最终忍不住睁开了眼睛。哥哥猛地松开了手，脸上破天荒闪过一丝狼狈的慌乱。我恐惧地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。哥哥是想杀了我吗？他趴在我耳边，痛苦地一遍又一遍说着对不起。我选择了住校，因为我知道这能让哥哥极度的发疯。第一天是爸妈送我来的，爸爸依依不舍地看着我，明明杀人的时候都带着笑，现在这个可怕的男人却因为女儿的离家，眼睛红了又红。软软，我们能不住校吗？你嫌上学远，爸爸今天就在学校附近买一幢别墅。高大的男人可怜兮兮地恳求道。妈妈更是微笑着看着我，软软，留在家里好不好？不然妈妈怕会控制不住自己。我怯懦地后退了一步，无助地看着他们，卑微地哀求道，我真的想住校，我想过正常大学生的生活。妈妈收起了脸上的笑意，面无表情地盯了我很久，最终长叹一口气，但如果有人欺负你，爸爸妈妈还是会像之前那样做，你知道的吧？我紧张地点了点头，鼓足勇气地说道，我已经提前和室友加上微信了，他们都是很好的人。爸爸妈妈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住校。爸爸是哭着被妈妈拉走的。爸爸带着哭腔地嘟哝着说，每天见不到闺女，你就这么放心吗？妈妈难得脸色凝重道，你不知道，昨天半夜我想看看软软有没有踢被子，结果妈妈的声音淹没在了吵闹的人群中。我转身走进了学校，在我进入学校之前，一道强烈的视线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勾了勾唇，心情大好，却假装惶恐地回过头。在没有看见那个熟悉的人影之后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殊不知就在我离开的片刻，哥哥从角落里走了出来，一脸阴翳地注视着我离开的方向。我一脸茫然地站在偌大的校园里，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时，一个长相清秀温和的男生出现在我面前。学妹你好，是找不到路了吗？我可以带你过去报到，我叫陆佳，是学生会会长。男生笑着说道。我露出一个怯生生的笑来，柔柔地说道，麻烦学长了。陆佳连忙接过我的行李，带着我往前走去。一路上，他都在十分有分寸地向我介绍学校，完全像是个热心的学长。但他可骗不过我。我在陆佳的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，血的味道对我来说太熟悉了。长期杀戮的人身上会有一股去不掉的味道。在陆佳身后，我心情愉悦地弯起了嘴唇。来喽，助长我和哥哥感情的工具人又多了一个喽。路上，我一不小心表演了一个原地摔跤，陆佳果然非常及时地扶住了我。我满脸通红地说着不好意思。陆佳看着我的脸，露出了颇有深意的笑来，但他完全想不到我在心里默念着3、2，连1都没有数完，一只修长的手猛地揽住我的肩膀，将我往他怀里一带。哥哥低沉沉地笑了起来，软软，不好意思，哥哥来晚了。我皱着眉头，小小的挣扎了一下。我知道陆佳绝对不会错过我的这个小动作。果然，他一脸严肃地问道，软软，他真的是你的哥哥吗？我低低地嗯了一声，小声说道，麻烦你了学长，接下来让我哥哥带我去就好了。陆佳皱了皱眉，但还是对我笑道，行，那我们加个微信吧，你新来会有很多事情不明白，随时联系我。我在哥哥阴沉的目光中，红着脸和陆佳互换了微信。
等陆家走后，哥哥轻笑一声道：“刚刚软软脸红了，怎么，你喜欢这种类型？可他分明不是什么好人哥，你不要这么说学长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。”我脸色苍白的止住了口。哥哥勾唇道：“软软为什么不继续说下去呢？”他是笑着的，但眼里却一点点暗沉了下来。哟呵，工具人果然还是很有用的，新室友都挺好的，不过由于他们太好了，所以也没什么意思。我趴在床上吃着薯片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陆家聊天。不得不说，他真的很会哄女孩子，聊天内容恰到好处，完全不失分寸，比那些上来就是一句在吗，发张自拍看看的男生高明太多了。可这改不了他是一个人渣兼工具人的事实。我很快入侵了他的手机，我看到了他一边和我聊天，一边同时和8个女生聊天。这时间管理大法和手速让我啧啧称奇，可能我是他新看上的猎物，他给我置顶了。备注是168，单纯无知小白花。很快，我在他的微信里找到了一个500人的群聊，群聊标题是征服那群贱母狗，群里的成员全部都是男性。陆家今天还在群里发言了，他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偷拍了我的照片发到群里。哟，这白嫩的小脸蛋，真想把他的脸皮剥掉。小白花呀，这是我最喜欢虐杀的类型，之前我就杀了好多个。谁让那个抛弃我的贱女人就是这种长相呢？兄弟赶紧拿下他呀！不过兄弟你的手段比我们高明多了，你经常不用自己动手就能让女人为你自杀。之前一个女的为你割腕，一个从18楼跳下来，溜啊溜啊！陆家各位过奖了，这次大家想让我怎么折磨，这有个新猎物，砍断他的脚，剥掉他的脸皮。没意思，我看要不把他活活煮了吃吧，塞进那种很大的烤箱，哈哈哈哈！群内的发言血腥又残忍，仿佛讨论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些待宰的牲畜。我和陆家聊了好多天，在这期间，哥哥打来的电话挂掉，哥哥打来的视频拒绝。我知道他快要忍不住了。我在陆家的手机里看到，他决定今天要杀死我。他想先将我勒到只剩一口气，然后再用开水浇在我身上。开水会烫坏我的皮肤，他就一层层刮掉我的肉。这个杀死我的办法得到了群内那些男人的一致好评。很快，陆家给我发来了微信：软软，我今天想约你一起看电影，可以吗？我当然答应了。我心情很好的哼着歌，给许久没有联系的哥哥发去了一条微信：哥，今天我和陆学长要去看电影，算我求你了，他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求求你别对他下手。我把一个正处于恋爱中的少女对心上人的担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哥哥没有回复，但我知道他已经极度的发疯了。我跟陆家一起去看了电影。电影结束后，陆家的眼里闪烁着诡异的光，他看着我缓缓说道：软软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很美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羞涩的点了点头，可越跟着走我就觉得不对劲。学长怎么越走越黑呀？我惶恐不安地说道。陆家安慰我：软软，很快就到了，没事，有我在，别怕。终于，我跟着陆家来到了目的地，这里是一个废弃的破旧工厂，很黑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疑惑地看着陆家，陆家却笑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长吐了出来。软软，你知道世界上哪种肉最香甜吗？是女人的肉。将开水倒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等她的皮肉都被烫坏之后，再用刀一点点刮下。陆家舔了舔嘴唇。学长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惊恐地转身就要跑，可我的手却被陆家死死抓住了。他的另外一只手上拿着一根绳。软软，我们的快乐时间到了。不，我丝毫不紧张地在心里想到，是你领便当的时间到了。陆家被五花大绑了起来，他嘴里被塞上了自己的鞋子，看着我们发出惊恐的呜呜声。软软，你现在知道了，他不是好人了吧？哥哥面无表情地说道。学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明明我很喜欢你。我眼泪不断地涌出。果然，听到喜欢2个字，哥哥身上的气压又低了一层。他扭过头，笑着看着我，修长的手指勾起我的下巴，道：软软很喜欢这个男人。我先是点头，又很快摇头，泪眼汪汪地说道：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陆学长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陆家看着我疯狂点头，呜呜呜的一通乱叫，真吵。哥哥果然生气到了极点，他笑盈盈地走到陆家面前，不如就用你想杀死软软的办法来杀死你好不好？陆家这个变态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恐惧。杀死陆家之前，哥哥在我的眼睛上围上一圈丝带。软软，接下来的画面不是你喜欢的。我的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只听到哥哥轻叹一口气，随后我感到眼皮一热，温热的吻隔着丝带落了下来。陆家的惨叫声持续了很久，最后等我看见他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。哥哥用陆家的手机拍了视频，发给了那个500人的聊天群，群内一阵死一般的沉默。不到1分钟，群主就解散了这个群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会一个个的找到他们的。哥哥会让他们体会到世界上最痛苦的滋味。我看着哥哥满身鲜血的朝我走来，
软软是不是很害怕我这个样子？我不安地点了点头，但还是颤抖着伸出手，给他擦拭掉了脸上的血迹。突然下一刻，哥哥用力地抱住了我，力道之大，仿佛想将我揉进怀里似的。我有一个妹妹，她叫江软，她不是我亲生的妹妹，但从我第一眼见到她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了她。看见我杀人，她会露出恐惧的表情，但她很奇怪，我故意在现场留下马脚，她又会一边抱怨着一边去清理。我终于知道，她喜欢演戏。我可爱的软软喜欢扮演一个楚楚可怜的小白花，她喜欢我，却经常故意做出一些让我发疯的事情。软软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不仅是我，还要爸爸妈妈都知道她的小性子。可是谁让我们宠她呢？只能继续配合她的表演了。